自摩尔庄园上线以来，摩尔庄园每天都在 App Store 免费榜力压王者荣耀，持续霸榜第一。而这款爆火的游戏啊，主力用户是大学生和刚参加工作的人。这一期我也会细讲一下淘米的创业过程和背后的一些大佬的利益纠葛，以及淘米当年上市时为何赶上了中概股被美国猎杀的高峰期。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为什么当年摩尔庄园突然就不行了？为什么当年赛尔号一下子就逼氪了？本期内容瓜多，信息量大，来大家弹幕一下你的咪咪号，准备上车。摩尔庄园上线当周狂揽热搜啊，发行方吉比特股价扶摇而上，单周上涨24.89%，整的好多股民不知道啥是小摩尔，只知道吉比特就是游戏界的茅台，吉比特游戏毛，我就笑了。这款月初刷屏大火的游戏，公测没多久就差评激增，最低的时候掉到了5分多，这2天又涨起来了。那这游戏为什么那么火？它到底好不好玩？将来又会不会凉呢？这需要我们去研究淘米这家公司，而不是吉比特。淘米才是95后00前无人不知的公司，也是第一家二次元味十足的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我们先看一下这家公司早期的创业史。创办淘米网络的汪海兵，1980年生于安徽农村。用他自己的话讲，可能因为父母都是文盲，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从小他买任何玩具都是奢望，长大后对于做玩具也就很有热情啊，老弗洛伊德了。1997年他考入华中科技大学电力系，家里只给了大一的学费，大二、大三、大四都是贷款的，但他还是读了计算机的研究生。上学期间就弄了一个互联网小团队，做了个小网站啊，是正经小网站，报道学校的新闻。这个网站也是华中大在线的前身。汪海兵的小团队也在不停的靠给各大公司做企业网站挣钱。当时他们最大的客户是长江证券，一单就挣了3000块。后来毕业的时候呢，学校觉得他们的网站做得很好，愿意给他50万，让他们在武汉成立一个公司创业。但是汪海兵觉得做网站这个生意啊没有技术门槛，2003年就去腾讯了。那当时腾讯的 offer 啊算不上最好的 offer， 起码肯定是不如新浪、搜狐、网易的。腾讯当时人也不多，小几百人，所以去了一个小公司，汪海兵还是有点失落的。但是更大的失望则是他来到腾讯之后，他发现啊，到了这家公司完全没什么人带他，也没什么人搭理他，每天只能自己吃饭。前3个月没有任何事做，既然没活，他就把当下的全世界的主流互联网公司提供的服务写了个研究报告发给上级们啊，老卷王了。于是汪海兵很快也就脱颖而出，被分配的任务开始越来越多。很快他就跟腾讯提出了一个自己的想法，说自己想做一个在桌面上养宠物的产品，就用公司的企鹅 logo 来做。虽然很多公司的70后、80后倒是也玩过万代的电子宠物啊，但那个东西已经过时好几年了。公司里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要搞这个东西既不是游戏啊，也不是互联网服务，有啥用呢？当时腾讯正在棋牌领域跟联众游戏打得如火如荼，而社交领域也正在和微软的 MSN 激战。汪海兵也说不出用处在哪里，于是领导让他保证半年赚200万的收入指标。当年的200万，我觉得怎么也顶现在2000万吧。汪海兵虽然没把握，但还是大胆地做出了保证，也是为什么初期 QQ 宠物在设计上非常难养的原因。你很容易就把小企鹅给养死了，宠物死了，无论多高等级都得重练，除非你用4Q 币的还魂丹复活，在当时腾讯的各种付费产品中也算很贵了。于是还魂丹卖疯了。宠物有饥饿值、清洁值、健康值、新生值4个指标，如果不想多花 Q 币，就需要选择一些职业打工挣元宝，从在工地搬砖到在餐厅当厨师。还记得当时刚开始玩，为了省元宝啊，都是只能挑一些便宜又顶饿的食物来吃。结果这个项目第1个月就赚了200万，随后用户开始爆炸式增长。但是腾讯依旧想不到这个产品会在接下来3年成为腾讯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当时的互娱事业部正一边忙着推 QQ 糖，一边忙着跟泡泡糖扯皮打官司。这期间，汪海兵感受着流量的汹涌，不断的完善这一个又一个功能，为未来能设计出那个能影响一代人的产品积累着经验。而 QQ 宠物上线1年后啊，才被归入互娱业务系统。某一段时间 QQ 宠物的创收甚至比全公司寄予希望的大作 QQ 幻想还成功。但没想到啊，汪海兵在 Q 宠势头最盛的07年离职了。那下面我们会说为什么当年摩尔庄园快速斩下2亿多用户，实质上是腾讯的一次分家。
王海兵在鹅城在腾讯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干了呢？长期原因呢是他在上海有个女友，也是上海交大安泰的，但俩人一个人在上海，一个人在深圳也不是个事儿。有一天他对象表示真的不想在异地了，为了表决心，他先掏钱给女友在上海买了套房，然后没过多久就辞职了。但是蜡烛也不觉得这是他创办淘米网的直接原因。首先他肯定是想做一家自己的公司，另外我个人猜测淘米网的创办跟另一位大佬的时间线关系会更紧密一些，那就是淘米网的董事长曾经和马化腾、张志东共同构成铁三角的曾理清。当初腾讯创办的时候马化腾负责产品，张志东负责技术，还缺个跑销售的，然后曾理清作为创始合伙人加入了。当腾讯还是接各种杂活的外包小公司时，基本业务都是他拉来的，包括腾讯能获得知名机构 IDG 和李嘉诚儿子李泽楷的投资，也是靠曾理清的人脉牵的线。后来曾就当了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当初马化腾想开拓游戏公司里没人同意，只好拽上曾理清去美国 E3 电玩展转了一圈，好让他说服全公司。回国后，曾果然让全公司对网游的看法大为改观。但是在上市2年后腾讯的目标更远大了。马化腾任命前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的执行董事刘炽平来分管公司的运营。那之前刘只是负责腾讯的投资并购与投资者关系这些事儿，忽然一下子业务跟曾理清重合度很高了。打江山的老人要面对高盛来的人上人，刘成了马化腾的军师，曾被边缘化了。接下来请大家注意我提到的时间线，曾理清很快就提出了退休。2007年6月，腾讯对外宣布聘任他为终身顾问，而汪海滨是在同年9月从腾讯离职的。后来官方说法是曾理清是淘米最早的天使投资人，但是在中国做天使投资人，后期别说当董事长了，连个董事席位都不见得有，多数早就套现退出了。IPO 前能持有总股本5%都是很少见的，而创业者融资首轮次的天使一般也就释放10%左右股份，好留一些给后面的轮次。从淘米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曾理清就是最大股东以及真正的最高决策人、幕后老板。在如今淘米联合创始人程云鹏的个人词条下，我们也可以看见2007年8月，上海淘米网络有限公司悄然成立。9月，俩人从腾讯离职。咱也不知道为啥要强调悄然俩字儿，也许新公司新业务已经谋划了许久。毕竟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摩尔庄园就是冲着儿童游戏社交产品去的，目标是垄断国内儿童网游市场，冲的也是腾讯的基本盘。另外，公司才成立半年，摩尔庄园这么个大项目就上线了，也真的很快。当然我后来又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一家叫上海启动信息科技的公司。这公司是2006年3月就成立的，直到今天还在运营当中。公司前2大股东竟是曾理清和汪海兵，其他股东也是淘米的几位股东。2006年3月别说汪海兵了，连曾理清都没离开腾讯呢。那顺便也提一下，腾讯发布任命刘炽平分管公司的运营的公告是在2006年2月。为了能重现这些时间线也是真不易当然，腾讯内部分家也好，前员工创业也好，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我给出上面这些信息想探讨的是也许淘米网络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不合理的，大家比例比较平均，年轻团队也需要长期与曾理清的强势性格相配合。这种企业特点一般都是初期有大佬助力，爆发力很强，但是后期要依赖创新能力寻找第二增长曲线时就难了。08年的夏天，摩尔庄园上线，在前期使用了大量 QQ 对话框的流量，数以千万的小朋友们化身小摩尔，开始了虚拟庄园中的生活。好多没玩过这个人都说摩尔庄园就是小游戏大杂烩，实际呢不是首先它的剧情其实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这个小社会中，玩家也会互相影响。比如他的职业打工系统会给你讲很多职业相关的知识，能让孩子了解到现实生活中各个职业不同的工作内容，而且你这个工种是要承担社区职能的。假设小摩尔选择当记者，他写的新闻稿理论上是可以被社区里其他的用户看见的。当然打完工也会有摩尔豆作为报酬，节假日打工工资翻倍，摩尔豆存在银行里也会有利息。当然摩尔庄园也是第一个教会你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是扛不住通胀的。
当然，更厉害的是他们的宠物拉姆系统，每个玩家都能在宠物店里领养到拉姆作为自己的宠物，孩子们则更多把拉姆看成自己的好朋友。也许是汪海滨在做 QQ 宠物时，就深刻地感知到了这个洞察。当用户向游戏中的宠物投入感情时，宠物会比角色本身更容易产生收费。后来在游戏的黑暗森林篇推出超级拉姆，每月10元即可获得，因为会员特权真的也还算良心，让无数少年拼命省零花钱，只为买一张咪咪卡来充值。毕竟超拉就是班级地位啊！虽然公司成立第1年营收仅有10万美元，但是2年后淘米营收已达到3600万美元。等到2009年底，淘米仅靠一摩尔庄园社区就吸纳了5000万用户。有了摩尔庄园这个巨大的流量池，淘米又打造了适合女生玩的小花仙和贼赚钱的赛尔号，还有功夫派也挺能打的。启明创投则又投资了淘米500万美金。随着新一代的人登录淘米账号的频次远高于 QQ 号时，腾讯也终于警觉，立刻开始让当时的 QQ 宠物去模仿致敬摩尔庄园。洛克王国则对标赛尔号，刘世平亲自为洛克王国站台。但在启明创投进来之后淘米的故事就不仅仅是游戏公司了，他们开始了激进的泛娱乐战略，仿照迪士尼的模式做动画，动画先后在95家省级电视台播出，看我乐侠的可以扣个1啊。另外就是卖周边，还做了摩尔庄园 IP 的扭蛋机，扭蛋机也挺火的，放今天没准也是个胖胖马特的模式。但是被寄予希望的线下周边都输给了盗版。淘米甚至还做了一个儿童视频网站，一个线下主题公园。不过有赛尔号这个印钞机持续书写，淘米倒是也没亏钱。2010年有个插曲，随着摩尔庄园愈发的进入主流视野，像新闻带带库之类的几档电视栏目指责了这种让儿童沉迷上网的商业模式，结果大量的游戏用户采取了爆吧的方式抗议。这里也解释一下，爆吧就是很多的网友有组织有纪律的跑到某一个名称的百度贴吧里恶意发布垃圾贴来表达不满。现在想想也挺中二的，我就记得当年什么李宇春吧啊、Super Junior 吧啊、凯尔特人吧啊老是被爆。淘米深陷舆论漩涡，也希望让自己变成一个公众公司，以更好的面貌面对公众。于是淘米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2011年过早选择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后，启明创投套现几千万美金和3亿多人民币离场了。为什么说当时上市不合适呢？因为10年前后算是一个美国做空机构猎杀中概股的一个密集期，先让你上市，再把你搞穷。比如绿诺科技被抬出纳斯达克，美国每次对中国公司的做空潮都会与他们经济危机的复苏期的时间点相对应，先套路诱导你在海外上市，然后再把你分食掉。这些资本掮客如何搞事情以前视频里讲过，就不细讲了。反正那2年大概就是我不看你用户，我不看你商业模式，先把你中国公司忽悠过来，然后就闷头干你。做空机构媒体事务所都盯着你。实际上在美国上市初期美国证监会是会在招股书公开递交前进行细致清晰的问询和沟通的，对公司财务审查也是严格的。如果做空势力喷一家刚上市的公司，顶多质疑一下商业模式，要是直接质疑财报，那绝对是故意想搞事儿。而淘米上市第1天就被路透社锤了，说淘米财报有问题，真的是狗当天就猛跌。老美给的发行价本身已经是白菜价了，当时淘米的互联网年轻用户体量连腾讯都虚，放在世界上竞争力也不见得差，增速上也不输美国头部公司。要知道10年前 Facebook 一个月也就涨小几百万用户结果我靠，淘米发行价给了9美元，市值才3亿美金，你敢信？就这样上市当天，媒体喷，还直接给破发了。淘米上市那年，有8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被做空摘牌，要不是淘米自己是真能挣钱，下场也好不到哪去。淘米上市后第3年，每个季度营收都在增长，但市值依旧跌去了2/3。当然，我上面也不是在给淘米洗地这公司后来也不咋地。回到我们的主话题，淘米上市后腾讯为了继续制止淘米，也明确指出洛克王国这个项目不需要赚钱。2001年7月，在第7届中国国际动漫展博览会上，腾讯集团向淘米致敬，首次提出了泛娱乐战略的构想，即以 IP 运营为轴心，游戏、电影、动漫联动发展。拿出来印证这个战略的也是洛克王国。是否要细讲洛克王国，看大家后续的反馈吧。大家可以关注我，暑假期间也会多讲讲游戏公司。而淘米的核心管理团队一方面忙于做市值管理，一方面又难以找到赛尔号之外的现金流业务，只好在赛尔号里放更多的充值口，玩家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线下周边业务则败给了盗版。事实也证明在国内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情况下，游戏、电影、动漫联动思路是正确的，但想实现线上和线下的联动
非要做中国迪士尼，淘米体量还太小，也偏离了互联网行业的本质。而12、13年，智能手机普及了，手游开始爆发了，淘米也做了一系列针对青少年儿童的手游，但都没做起来，也没办法，市场环境决定的。那2、3年，智能机都是给成年人使，中小学生们用的都是家长淘汰诺基亚。而且大家想想，一般一个小学生在家玩台式电脑，赶上父母忙了，你闷头玩上2、3小时，父母可能也不管你。但你想借家长的手机玩2个多小时的养成类手游，这根本不可能好吗？顶多找爸妈蹭2把天天酷跑、天天爱消除这种回合游戏就不错了。来，请把真实打在公屏上。所以，儿童页游市场存在不等于儿童手游市场存在。2016年，淘米股价依然不理想，团队开始着手私有化。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私有化，就是你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太便宜了，索性把小股东手里的股份全部买回来，退市变成一家私人公司。淘米呢曾经有计算，当时公司的各类资产折算都快赶上市值了，合着就是资本市场上认为我这公司一文不值啊，那我索性把它从国外买回来好了。而一般海外上市公司私有化都需要借助国内财团的帮助，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老板很有钱，说买就买回来了。当时淘米是靠东方瑞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其提供的股权融资，这家公司背后是东方证券，而淘米的创始股东们作为代价，以其所持有的27.22%的淘米公司流通股份做出展期承诺，其中也包括曾李青的股份。这里直接说结论啊，私有化远比上市要难，也更耗费团队的精力。而组成国内买方集团的资本也不干赔本买卖，帮你完成私有化，你是要付出更大代价的。目前东方瑞德已经注销，淘米系公司股东也都变成了自然人，所以这几年淘米应该是经历了榨干自己现有 IP， 努力挣钱赎身，买回自己股份的过程。42号剧情和精灵变得更加离谱，养成成本越来越高，最夸张时也出现了暗改关卡 BOSS，让不充钱的人通过关卡完全无解。江湖风雨一叶舟，浮沉起落任漂流。这过程中，汪海兵应该也是感慨万千吧。淘米终于回归，但他也不再将淘米视为自己唯一的事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淘米私有化成功后，本应该专注在游戏领域大干一场，但1年后，汪海兵成立了一家幼儿英语在线教育公司——上海微芒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做了 GK 的这个产品，是个 AI 学英语的产品。汪海兵个人目前占股 73.41%， 算是绝对控股。投他的基金也是格外喜欢投教育赛道的一支基金 ，LP 阵容也是基本顶级的，这里不扒太深了。明眼人能看出来啊，当时汪海兵已经把这个学英语产品当做自己新的事业重心了。当然，除了自己创办，汪还曾经投资上海理由教育。18年，上海淘米竟然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将汪海兵和理由教育一起告上法庭了。这也意味着淘米股东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估计关心公司产品的也只剩下策划了吧。接下来，汪海兵一直在混教育圈，哪怕未来的人生计划也是为公立学校去做在线教育产品。可是事情总有意外，今年在线教育赛道发生了什么，大家也都知道。顶级的资本也对抗不了大势，行业早早收紧，也让 GK 的在去年就开始寻找买家。3个月前有说5要 Talk 以3000万的低价收购，不知道能否交割成功。我猜摩尔手游的回归与汪海兵教育事业上的失意也有一定关系。但上线后的游戏问题越来越多，这个 IP 曾经有梦想、有热血，甚至有你喜欢的男孩女孩，但那个属于小摩尔们的乌托邦确实回不来了。小摩尔们都开始面临真实的工作了，真实的工作更复杂，真实的驾照却没那么难考。淘米在几年内会继续活得不错，可惜注定难回巅峰。主创团队们也过了做出现象级作品的年龄了。在10年前的摩尔庄园中，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一个属于孩子的乐园。所以更值得担心的是10年后生的孩子们的童年和他们玩的主流爆款游戏。现在的主流游戏都是成人主导的游戏，为了适应游戏社区，他们需要学会成人化的表达，避免让别人误会自己技术不佳。他们更多的选择是隐藏自己儿童的身份。这样看来，他们在手机中度过的童年经历，是不是本质上也是成人经历了呢？而近几年赛尔号的骨灰老玩家们，虽然 PVP 谁也打不过了，可依然相信只要打开了登录器，自己的童年快乐回忆就还在延续。一边希望梦回课间休息讨论精灵的日子，另一边在现实中却不会跟任何人提起这个游戏自己还在玩，有时会后悔自己没有保存搬家时弄丢的秘密卡。
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历史上任何一款游戏都有人玩到官服，每个赛尔号的玩家们也都有能力找到无数款更好玩的 3A， 可还是一次次弃坑，一次次又因为舍不得回来看，如同面对一个曾经与你难以和解的恋人。很可惜，在视频的最后我依然很难给这家公司以及这些作品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价，还是感谢一下那些曾经在淘米的原画师、客服、工程师们吧，他们创造的童话世界确实给一代人带来了童趣与诗意。我是大蜡烛，这期视频时间线整理的相当不易，真的是6月份做的最累的一期了。希望大家多多3连，亦或是多给我一些建议。暑假期间我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更新视频，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